Hello，大家好，我只是个东。英雄联盟2024年最新的动画宣传片《屹立不退》在1周之前释出，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吗？他们的影片真的是一如既往做得非常棒，不只是视觉与听觉上的影音响宴，更是埋藏了很多跟游戏世界观以及角色背景剧情的彩蛋细节在其中。今天这支影片就是想来帮大家解析一下这些有趣的细节。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已经算很久了，2009年出来的。但是为了让已经退坑很久没有玩，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玩过、没有了解过这个游戏背景故事的人也可以看懂，在解析过程中，我也会稍微穿插介绍一下动画中登场的角色背景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让大家能够更好理解动画中呈现或暗示的一些来龙去脉。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Tomorrow is a hope, never a promise. 在影片的开头，我们听到这样的一段话。这句话是出自劲爪 Kindred。在英雄联盟的世界观中，它是象征死亡的神灵。它的形象有两个面向，一个是戴着面具、手持弓箭的白色阳灵，另一个则是如鬼魅一般的黑色狼灵。这两个形象都象征着追猎者，一个是手持弓箭的猎人，另一个则是掠食者。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永恒猎手，因为死亡终将追猎所有的生命。开头的这句话简洁地预示了劲爪这个死亡的象征将会是贯穿这部短片的主轴。接着画面起始于一个俯瞰视角，画面正中央倒在地上的这位是泰达米尔，俗称蛮王，他是北境冰雪之地福尔卓雷德上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也是这个部落中最强的战士。画面上还可以看到他的身旁还倒了其他的尸体，同时还有更多还站着并且手持兵刃的敌人正在朝他靠近。泰达米尔神色痛苦，显然是经历了一场恶战。他挣扎喘息，抬起双眼，恍惚之间，仿佛看到了一个朦胧的身影朝他奔来。这里我们将画面暂停，可以依稀辨识出那模糊的身影似乎还手持弓箭，令人联想到了开头所提到的死亡的象征劲爪，暗示着正朝泰达米尔迎面而来的死亡。接着画面一转，又是另一处战场，能看到显而易见的战火与尸横遍野。这里是1000年以前的地马西亚，两个身穿盔甲、长着翅膀的人影屹立在战场之上，他们分别是摩甘娜与凯尔。这对姐妹诞生于战火肆虐的乱世之中，她们的母亲在怀有身孕之时接受了心灵的祝福，化身为天界的使者，奉神谕而战。但他们的父亲却对自己那逐渐超脱凡人的妻子感到越发恐惧与陌生，并且尤其担心女儿们的安危，因为妻子除了总是在不断征战之外，她的神性力量也引来了很多邪恶巫师的觊觎，因此她决定带女儿们逃离危险，同时也逃离他们的母亲。这里让大家看一下跟英雄联盟同个世界观的卡牌游戏《符文大帝传说》里面的正义心灵弥赫拉，也就是两姐妹的母亲，长这个样子。老婆变成了这个模样，也难怪爸爸会想逃。他带着女儿们翻山过海，找到了一块据说能抵消魔法特性的土地，并选择在此地隐居。这里就是后来的地马西亚城邦的前身。但两姐妹终究继承了母亲的血脉以及心灵的祝福，在成长过程中，她们也逐渐展露出彼此潜藏的天赋与力量。然而，两人无论是性格还是天赋，似乎都处于对立面。凯尔仿佛是光明的化身，而摩甘娜则象征着黑暗。这点从两人的翅膀颜色也能明显看出端倪。不过这里要说一下，这里讲的光明跟黑暗，并不是指道德上的黑与白，而是像日与夜那样，纯粹属于两种不同的性质，并不是代表凯尔就是正义，而摩甘娜就是邪恶。实际上，在两人的背景故事之中，凯尔才是那个有点过激，为了消灭他心中所认定的罪恶而能够毫不留情的正义机器。摩甘娜则反而是那个愿意相信人心、给予人悔改机会的慈悲者。简单来说，就是正义魔人与圣母。这样性格上的对立面也成为了两姐妹日后彻底决裂的导火线。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我们先回到动画影片的时间点，也就是1000年以前的过去。两姐妹在战场之上抬头仰望，只见乌云密布的天空中出现一道血红光影，凯尔毫不犹豫地振翅飞去，摩甘娜随后跟上。
两人在空中迎击敌袭，和他们交战的是明血剑魔厄萨斯。厄萨斯是明血族，在更加遥远的过去，他曾经是古代苏瑞玛帝国的至高战士。但在常年对抗虚空的战争之中，他与他的伙伴们都遭到了虚空的侵蚀影响，最终堕落成为了不下虚空本身的灾厄，变成符文大地上新的威胁。曾经誓言守护的帝国也就此陨落。咦，这个故事我好像很熟啊！为了救国而亡国，主角最终堕落为反派，亲手毁灭了自己誓言守护的一切。这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阿萨斯吗？不只是境遇，连名字都很像。不晓得当初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有做参考。回到正题，心灵们为了防止明血族带来的战火烧尽符文大地上的一切，决定出手干预，挑选出自己的勇士来对抗明血族。正如凯尔与摩甘娜以及他们的母亲，这也是为什么两姐妹现在会与厄萨斯战斗。她们此刻手持着的正是继承自母亲的双剑。双方打得难分难解，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交战，最终两姐妹还是落了下风。摩甘娜看向倒地的姐姐，又看向追击而来的厄萨斯与追随其后的大军。他撑起身姿，却放下了手中的剑，并脱下头盔。然而他并非要投降或逃跑，是直面厄萨斯，并抬手开始释放自己体内来自心灵的馈赠，使出了黑暗魔法，召唤出锁链，束缚了厄萨斯。摩甘娜在游戏中有2个技能可以控制住敌人，一个叫暗影禁锢，另外一个叫灵魂枷锁。这边用来控制厄萨斯的，应该就是大招灵魂枷锁。这时，凯尔也重新起身，并拾起了妹妹扔下的剑。这里可以看到，即便摩甘娜拼尽全力尝试束缚住厄萨斯，锁链也支撑不了太久，即将断裂。而此时，凯尔望了摩甘娜一眼，看看这个眼神啊，各位，这眼神即便不当作轻视，似乎也蕴含了不认同。虽然两人都同样继承了母亲的心灵力量，但性质与性格都截然不同。凯尔自幼就渴望追寻母亲的脚步，认为替天行道就是自己的使命。从英雄联盟的官网上的角色介绍也能看出他的自命不凡。对凯尔来说，摩甘娜舍弃了传承自母亲的剑，或许就像是舍弃了上天赐予的权柄与责任，以及辜负了母亲的期许。也许这也为两人日后的决裂种下了一丝火苗。顺带一提，这个时期的两姐妹被称为蒂玛西亚的双翼守护者。前面也提到，他们此刻所身处的战场正是1000年前的蒂玛西亚。由于这片土地据说带有能够抵消魔法的力量，因此许多被魔法迫害的流民纷纷依据传说逃亡到了此地，最终流亡的聚落汇聚在此，才成为了数个世纪后的蒂玛西亚城邦。因为有着这样的历史，蒂玛西亚的人民相当畏惧并厌恶魔法，到了后来甚至开始迫害魔法的使用者，使得整个蒂玛西亚成为了一个反魔法的国度。法师们或者是天生带有法术天赋的人们在此地被排挤和压迫。哎呀，又是一个被害者终将成为迫害者的悲剧故事。也许凯尔的这个眼神也是在呼应这段注定发生的歧视与仇恨的无限回圈吧。只见凯尔手持双剑，张开翅膀，也开始酝酿起了心灵赐予他的烈日之力。随着他双剑挥舞，强光与烈焰袭向厄萨斯。这里我们再次暂停画面，能看到在火焰之中依稀能看见一个模糊的黑影。是的，你没猜错，这当然又是我们的好朋友镜爪。死亡可真是无处不在。然而镜爪虽然在这里出现，却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也没有射出任何箭矢。这是因为作为明血族的厄萨斯是不死不灭的永生者，即便是代表死亡的镜爪也无法猎取他的灵魂。并且我们倒回去再看一次，当厄萨斯被烈焰吞没的时候，似乎能看到他放下了手中的剑，身体则被烈火给完全吞噬，仿佛灰飞烟灭一般。难道他被烧毁了吗？难道他不是不死不灭的吗？这里又要补一个前面还没有提到的设定，关于厄萨斯是怎么堕落为明血族的。事实上呢，这个其实并不是厄萨斯，这个才是真正的厄萨斯，或者说是他的囚牢。没有错，实际上厄萨斯手中挥舞的那把剑才是他的本体，
或者说是他的灵魂所在的地方。而那具史健的身体其实只是个被他控制的可怜衰毛仔，也就是宿主。所谓的冥血族，也就是古代的堕落至高战士们，当时的他们实在是太过强大，又具有不死不灭的永生特性，即便是心灵挑选出的勇士，也无法真正的杀死他们。那么这种 OP 的对手该如何对付呢？游戏玩很多，或者是动漫看很多的你各位，想必已经用你们天资聪颖的头脑思考出了解法。没有错，当遇到打不过又杀不死的对手时，最佳的解答方案永远只有一个，问就是封印，封印还是封印。当年心灵将厄萨斯的灵魂封印进了他自己的武器之中，这把曾经陪伴厄萨斯征服屠戮无数沙场的血腥大剑，如今已成为他灵魂的永恒囚牢。厄萨斯被困在里面无数个世纪，无法挣脱，直到某个倒霉蛋不小心拿起了这把剑，才被厄萨斯给趁虚而入，篡夺走了身体的控制权。所以说你各位啊，就算在路边看到了酷酷的大剑，也不要随便捡啊，这就跟你不会随便乱捡地上的红包是一样的道理。小心冥血剑魔变成冥婚剑魔，跟着你回家。另外，其实厄萨斯之所以会在符恩大地上不断的散播战火，是因为他想获得解脱。在被囚禁了无数个世纪以后，无尽的孤独、怨恨以及当年受到虚空侵蚀的影响，厄萨斯曾经的记忆与人性几乎已经被消磨殆尽。他既无法离开囚牢，也无法逃离自己不死不灭的命运。在漫长时光的永恒折磨之中，已经没剩下多少理性的他灵光一闪，想说干脆把全世界都给灭了，搞不好他就能获得解脱了。于是这才开始了他的灭世征途。原来又是一个你们不让我死，我就让全世界一起陪葬的神经病。咦，我为什么要说又呢？让我们继续回到动画剧情，在火光闪烁之后，场景再次转换，只见一群盗匪正在烧杀掳掠。从他们的打扮和周遭的建筑风格可以推断，这里是艾欧尼亚，而这群人很可能就是纳欧兄弟会。他们是艾欧尼亚中的一个激进武装组织。艾欧尼亚本是个崇尚和平与自然、与世无争的富饶国度，但他们丰饶的物产资源与国土被强大的军事帝国诺克萨斯给盯上了，导致诺克萨斯对其发动了残酷无情的侵略战争。虽然在经过了惨烈的常年抗战后，艾欧尼亚终于击退了野蛮的侵略者，但他们也付出了太大的牺牲。在那之后，艾欧尼亚内部不同的派系组织也开始出现了意见分歧，比如少林寺的武僧和均衡组织的忍者们，他们主张重回过去一世孤立的和平主义，也就是锁国派。而纳欧兄弟会和幽影军团则是更加激进的团体，认为艾欧尼亚需要彻底的一改前锋，转变为强大的军事国家，才能向侵略他们的敌国发动抗争与复仇。虽然这些盗匪戴着面具，但他们明显没有使出任何的忍术或暗影魔法，烧杀掳掠和欺凌弱小的作风也跟恪守纪律的幽影军团明显不符，因此推断他们更有可能是纳欧兄弟会这样的加九组织。就在纳欧8加9们行抢之际，忽然一个身影站了出来，一名头戴斗笠、手持长杖的老者拦住了他们。从这个肢体语言就能看出加九们的不屑，从哪冒出来一个不要命的老头，还拿着根破竹棍，夸鸟啊！可怜到了！老头使出了嘲讽，效果拔群，加九们纷纷朝他冲来，却被他的一根打狗棒打得不要不要的。然而拳怕少壮，棍还是怕少壮。加九仗着自己的年龄优势，硬扛打狗棒法，以伤换伤，一脚将老者踹飞了出去。这时，老者的斗笠也摔落在地，露出了底下的面貌。原来他竟是当年那叱咤风云、家喻户晓的中路孤儿亚素。没错，亚素在游戏中还是个帅气的壮年男子，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动画中的这个片段对游戏的时间点来说是相对未来的景象。看看这满布沧桑的帅气老脸，真让人无法不联想到美漫中那帅气的老狼罗根啊。很有老兵不死的那种浪漫。这时骚动也惊动了其他的加九们，
加九老大抬起手来，指挥部下放箭。亚速抄起了地上的刀，一刀就将箭矢劈成两半。更多箭雨袭来，却只见亚速挥刀召唤出了风之障壁，挡落所有的箭矢。这招在游戏中称作风墙铁壁，能够阻拦所有的远程攻击，包括远程角色的技能或是普攻，可以说相当 OP。这也让亚速这个近战角色在和远程角色单挑的时候颇占优势。接下来这一幕，我们能看到亚速解放了风的力量，同时手背上缠着的绷带逐渐松脱，似乎在象征着他解开了束缚。亚速发起冲锋，以免闪开不断落下的箭雨，一边挥刀击倒敌手，利落的身手丝毫不像一名暮年老者。这边画面还特地用了慢动作，再次让我们看到随着亚速释放出缠绕周身的风之力，手上的绷带更加逐渐断裂崩脱。这里我个人认为在暗示两个意象：一是绷带代表了亚速正在燃烧自己残余的生命力，毕竟他的身体早已老去，或许已经不如年轻时那般能自在地操纵御风之术。绷带的断裂仿佛在暗示着他的身躯也在战斗之中逐渐崩坏一样。第二个意象则或许这绷带代表着的是暮年亚速曾经立誓许下的诺言。年轻时的亚速武艺高强，血气方刚，既有剑才，又受风的眷顾，力战无数的他曾经亲手手刃了许多的生命。因此，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暮年的亚速开始懊悔过往杀业太重，于是封印了自己的剑。这也是为什么暮年亚速刚登场的时候拿的是一根棍子，而不是他的佩刀。同时，他用绷带缠住手背，这样一旦自己再次开始使用御风之术，手背上的绷带就会如动画所演示的这样崩解开来。而这绷带就象征着他封剑止战的誓约，是发愿此生不再杀戮的誓言。当然啦，这两个意象都只是我个人的蓝色窗帘，并不是官方说法，大家就当听个趣味就好。看到亚速开挂，加九头目拔腿就跑，亚速追到一半忽然止步，使出一招旋风剑气。这招在游戏之中称作钢铁暴雪，本身虽然是近战攻击，但连续击中对手到第3次的时候，可以展出一道能将敌人击飞的旋风，既能远程伤敌，也是个控制技，相当好用。不过这里有个细节，我们倒回去看一下。亚速追敌到一半时，忽然停下脚步抬头，此时画面向上挪移，天空中可以看到有些什么东西。原来这些又是另外一波远比刚才更加严密的箭雨。也就是说，这里的亚速使出这招钢铁暴雪，并非是为了追杀加九头目，而是正相反的，想要救他，用旋风的力量把他推离开箭雨落下的范围。再倒回去看那些被亚速砍倒的敌人，也是一个都没有见血。看来他只是用缠绕在刀身上的劲风将对手击晕而已。如此一来，虽然他再次使用了剑与风，却仍未打破不杀之势。接下来的画面非常的重要，在亚速的面前，除了漫天箭雨之外，正前方还有个明显的黑影正在凝视着他。没有错，这当然就是劲爪的黑色狼灵，死亡的气息扑鼻而来。然而亚速却只是静静地闭上了双眼。这里必须提到一个至关重要的设定，正如开头所说，劲爪是代表死亡意象的神灵，阳灵和狼灵都只是同一个神灵的两种不同面相，可谓一体双生，两只一起才称作劲爪。而作为死亡的两种面相，阳灵会用他的弓箭给予那些接受了自己命定之死的人慈悲而安宁之死，而狼灵则会毫不留情地追猎并啃噬那些抗拒死亡的愚蠢之徒，让他们迎来痛苦而挣扎的死亡。而当亚速再次闭上双眼，也就代表了他接受了自己的命定之死，也因此狼灵并没有朝他扑咬过来，取而代之的是阳灵的慈悲之剑破空而来，预示着这里就将是亚速此生的终点。不过为何亚速要就这样束手待毙呢？为何他不再使出刚才那招风墙铁壁挡开箭雨就好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再来看一段6年之前释出的官方动画。
大家可以看到，正当壮年的亚述同样遭遇过满天箭雨，也同样的闭上过双眼。也许他的内心早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厌倦了斗争，但他依然没有放弃挣扎，选择转身挡开了来剑。大家不觉得这个姿势很眼熟吗？如果把新旧两个动画的画面放在一起比较，就能明显看出在构图上非常的相似。可以说官方是明示了这样过去与未来的前后呼应，也在暗示或许亚述早就已经准备好面对自己的结局，只不过是直到现在他才终于抵达了终点罢了。当然，最后我们看到的画面只有劲爪的箭矢射来，随后就是一片白光。我们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真正正的亚述最终的结局。官方在访谈时也只提到，这段画面其实只是劲爪展示给亚述看的某个可能的未来。从这个角度看，再套回影片开头的那句话 Never a promise. 就好像变成了一种官方玩梗，这并不是保证会发生，结局还是给大家自行留白脑洞，以后随时想出了更好的剧本都还能再改。反正英雄联盟的故事吃书也不是第一次了嘛，我大英雄联盟还能再战10年。在白光闪过之后，场景再次转换回到了冰雪之地，我们的蛮王泰达米尔还躺在这里，一片冰晶飘落在了他的大剑之上，竟似乎融入其中，闪烁着寒芒。这是因为泰达米尔大剑是一把特殊制品，是极北苦寒之地佛尔卓雷德的特产，用号称永不融化的真霜冰晶所打造的武器。这种真霜武器即使在佛尔卓雷德也是相当罕见，可谓万中选一的神兵。仿佛是被自己的剑给唤醒了一般，泰达米尔挣扎起身，而劲爪也在暗中窥视着他。泰达米尔倏然闪过自身后扑咬而来的狼灵，更回身一剑展开了杨灵射来的箭矢。只见狼灵反复奔窜进攻，都被泰达米尔给一一挡开，杨灵则伺机观察着双方的搏斗。在这一幕，我们能看到泰达米尔双目赤红，这是代表着他开大绝啦！在游戏之中，蛮王泰达米尔的大绝称作无尽怒火，效果也非常简单，只要开了，他就会很生气，因为实在太气了，以至于气到无法死亡。在大绝的持续时间之内，他的生命值无法降低于1，比吃了奈米科技还要猛啊！在我的 BGM 停止之前，没人能杀得了我。泰达米尔一剑劈碎了杨灵的弓，然而杨灵随手就凝聚回了一把新的弓，仿佛象征着一切对死亡的抗拒都是徒劳。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杨灵还有一个微微侧头的动作，似乎对于泰达米尔相当的好奇。记得我们前面说过，狼与羊分别代表了死亡的2个面向，一个让接受死亡的人解脱，另一个则狩猎折磨抗拒死亡的人。而这里的泰达米尔却在同时对抗着狼与羊，意味着此刻的他正在和死亡本身做抗争。无论是安详的死或痛苦的死，他都不接受，宁可奋战直到最后一刻。这并非垂死挣扎，而是要赌上性命，杀出一条生路。此时，杨灵缓缓放下了手中的弓箭，2支冰箭却自他身后飞来，目标却既非劲爪，也非泰达米尔，而是击中他身后的2个敌人。劲爪的幻象就此消散，出现在眼前的人影是艾希，他是冰原部落艾法洛森的领袖。身为寒霜之翼的他，可以操控冰霜的力量，能够凝冰成剑，因此人送外号“冰霜射手”。锐利而寒冷的冰箭不但效果拔群，还等同无限弹药，非常 OP。在游戏中，他的冰箭攻击带有寒气，因此能缓速甚至击晕对手。看到了前来支援的艾希，泰达米尔眼中红光消散，似乎恢复了理智。在游戏中，这2人是夫妻关系，并且还是艾希主动提出的婚约。虽然一开始只是所谓的政治联姻，冰原部落艾法洛森是由许多大大小小不同的部族所联合起来的部落，泰达米尔所属的山地部落也是其中之一。泰达米尔的部落虽然只是个穷困又野蛮的小部落，但人民坚强刚毅且骁勇善战。他们凭借自身的蛮勇击退了无数来犯的敌人，
甚至包括来自南方北伐而来的强大军事帝国诺克萨斯。没有错，又是诺克萨斯，又是你最烂！这个红红的国家真的很喜欢四处侵略别人，实在是个很讨厌的阿爸国家。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红红的喜欢侵略别人的国家听起来很耳熟啊？相信大家的心中肯定都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了和我一样的那个国家。没有错，我所说的当然就是那个国家——烈火国。尽管曾经击退过强大的军事帝国诺克萨斯，泰达米尔的部落最终仍然遭到了毁灭，而那只在一个夜晚就差点将他们整个部落灭族的可怕凶手，就是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的明血剑魔厄萨斯。没错，又是他。这些红红的家伙似乎都一个样，总是不给人安宁啊。值得一提的是，其实泰达米尔那可以对抗死亡的大招无尽怒火，正是来自于厄萨斯。在明血剑魔屠戮山地部落的那个夜晚，泰达米尔当然也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奋力挺身而战。两个战士大剑对大剑，斗剑斗得好不痛快。然而，尽管泰达米尔是部落中最强大的战士，却仍然不敌那远超凡人的不祥灾厄。最终，厄萨斯的剑还是捅穿了泰达米尔的身躯。也不知是一时兴起，或者是厄萨斯在战斗中看上了泰达米尔的强悍，想将他的肉体据为己有。总之，他的明血魔剑之力流窜到了泰达米尔的身躯之中，而这股古老又堕落的力量却激起了泰达米尔内心深处有如狂涛一般的怒火。他拒绝死亡，也拒绝成为厄萨斯的傀儡。这股烈怒最终让他熬过了鬼门关，也同时给予他新的力量，使他可以在怒火缠身之时，短暂地维持不死之身。在那之后，泰达米尔带着幸存的族人加入了冰原部落艾法洛森。为了替自己残存的族人在此争取一席之地，泰达米尔总是奋不顾身地奔入战场，想借由立下战功来获得接纳。然而，他那狂野残暴的战斗风格，反倒令艾法洛森的其他族人们感到不安。因此，他和族人与其他部族之间总有着隔阂。正好在此时，艾法洛森的年轻领袖艾希正希望找到一位强而有力的伴侣来替自己巩固地位。于是，他看上了泰达米尔的大胸肌。我是说，他看上了泰达米尔那坚毅不屈的身心，选择了与他缔结连理。而泰达米尔也在艾希的导引帮助下，逐渐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狂放不羁又无穷无尽的怒火。这真是可喜可贺，可歌可泣，羡慕嫉妒恨。在艾希赶来以后，可以看到四周躺满了无数尸体，除了这具身上明显插着冰剑以外，其他的似乎都是被泰达米尔给砍倒的。这代表了刚才的泰达米尔其实并不是真的在和劲爪战斗，那段打斗画面其实只是象征着他对抗死亡、永不屈服的意志。实际上发生的战斗应该是他一直在孤军奋战，对抗这些围攻他的敌人，直到老婆艾希赶来救援，拔掉了他的死旗，死亡的幻象也就此破除消失。艾希仰天射出了一发鹰击长空，在游戏中这个技能可以打开地图视野，用以侦测躲藏的敌人。而画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招确实揭示出了还有更多新的敌兵从四面八方朝他们涌来，而影片也就此结束。是说大家看一下这个结尾画面，英雄联盟 League of Legends 的字样缓缓浮现出来的时候，歌词正好对上了 I am still here。这句除了是呼应标题的屹立不退 still here 以外，直翻的话意思就是我还在这里，感觉又是一个官方玩梗啊，告诉你我大英雄联盟虽然近年来每年都被唱衰过气啊过气的，但你看看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是能做出这么屌的动画，我们还能再战10年。哎呦喂呀！为了解析这个短短不到4分半钟的动画影片，我竟然剪出了快30分钟的影片，实在是辛苦了看到了现在的你各位啊！
这部影片上几乎所有的资料来源与图片素材都是来自官方网站，少数则是粉丝创作。由于我本人已经退坑英雄联盟好长一段时间了，也许在内容上会有什么疏漏或讲得不够精准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有什么可以指正之处，也请不吝留言分享。那么再次感谢一直看到了最后的你各位，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事顺心。我们下次见，拜拜。